Hello，那接下来我们本期呢会给大家带来两款锁骨发造型。第一款呢是以质感生活为主，第二款呢会走的稍微偏轻盈俏皮一点点。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一款造型。OK， 那很多同学呢在于我们这种有齐刘海的发型当中呢，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齐刘海的头顶发根怎么去吹？那对于今天这个 model 而言呢，其实它的头顶发根呢是不需要太多蓬松的，因为脸型是走纵向的比例，更多呢是需要走横向的扩张的。但是呢，为了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我们头顶发根有齐刘海的头顶发根的操作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会在这里呢做一个教学。首先呢，我会把它头顶发根呢做一个蓬松处理。那吹之前，首先我们先去找到头顶区域发根。也就是控制我们有齐刘海发型的头顶发根在于哪里？一般呢，我们是找到刘海点到头顶点这1块钱硬币大小的地方。接下来呢，我只需要把这块区域呢给它吹到直立90度，或者说吹到松散就 OK。而这一块区域是未来我们所有发根当中最方便的区域，也是最容易吹松的区域。那接下来我们看我的手法。首先呢，我们站在客人的左边、右边都可以，站在客人的左边、右边都 OK。将整体瞳孔以内的，也就是刚才我们刘海点以后的瞳孔以内区域，往你站位方向去梳理。梳理的目的呢，学过我们之前前面的手法的，吹风发根手法的，应该都知道，梳理的目的是为了让头发流向一致，不容易去扯到客人的头发。梳理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会采用正转的方式去吹我们这块区域的发根。正转，我们之前呢用的最多的是反转，反转是矫正发根的走向。那今天呢，我们不矫正走向，因为这块区域呢发根本身就已经很听话了。那我们用正转的方式，滚梳放到刘海点的位置 ，OK， 放上去之后呢，直接转动。很多同学直接转动呢，经常会出现像我这样的情况，头发会折掉，会把客人呢扯得比较疼。那接下来教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头发保持流向往你站位方向一致。接下来，滚梳放上去。其实对折最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滚梳与发片的角度呢太过垂直，我们只需要调整滚梳的角度。边转的同时呢，把手腕抬高，这个时候呢，头发在于滚梳上形成斜度，它就不会去折掉。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所用的手法呢，也是这样的操作。头发呢梳到侧面来，滚梳放到刘海点进去之后转动，边转的同时把手腕抬高，滚梳调斜。送风，送风呢，送发根有一点点风到发根就可以了，着重送滚梳。也可以送闪风，闪风不容易烫，提拉90度，提拉90度之后呢，直接往后去放，放完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一撮发根呢就会形成一个很松散的状态了。OK， 觉得不够，我们接下来再来操作一遍。头发呢梳干净，滚梳放到刘海点进去，转动的同时呢，手腕抬高，送风。提拉90度，往后放，也可以立刻给它冷却一下。所以说，未来呢，如果你遇到有齐刘海的头发呢，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制造我们头顶的松散，它会为你整体的发型加分。尤其是越短的头发，我们头顶这块区域越要去吹，不然的话，你的发型很容易走横向。OK， 如果这边吹完觉得还不够，我们可以站到另外一个方向。再去做最后的调整。头发梳到侧面来，滚梳放到刘海点进去，转动的同时呢，手腕抬高，送风。提拉90度，往后放就 OK。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出来的效果。不管我往哪边分呢，整个发根呢都是处于松散的状态，那我们的发根呢就解决完成。接下来我们把前面的刘海呢做一个吹风处理。
两侧的副刘海呢，带到一点点主刘海，往两侧去带。另外一侧。吹完之后呢，冷风拨散。选择一条呢适合的分线。再去做我们的电棒造型。那我们首先呢，夹发型字体呢，第一步呢还是确定分区。其实不管头发的长与短，那我们都可以用我们之前的发型思维呢去做。上下两层，头顶点分到耳后点。第一款呢，我们会做的稍微质感整齐一些，所以说选择的纹理呢，更多以一些带流向的纹理为主，比如说饱满向后，饱满向前。上下两层，表区呢占整体的1/3左右，夹到另外一侧。底区，头发先将它抛光抛顺。在于锁骨发或者说短发当中，我们抛顺的时候，尽量不要放在发片的正上方去抛了。虽然正上方可以去适当去亮，但是正上方抛完之后，锁骨发和短发它的碎发会特别多。所以一般呢，我们放在正下方抛，还可以适当去抛出我们发干所需要的弧线。那这里呢，可以等一下温度上升。发片太厚，我可以分开再去抛。电棒放在正下方去抛顺，中短发呢都是这样去抛全程，可以适当增加我们发干的圆润感。这样抛出来呢，发干会有一些自然的曲线，看着呢会比较舒服。底区直接一整层操作，做一个饱满向后的卷度，齐卷高度呢耳朵左右，耳垂到耳朵左右就 OK。今天做的这款呢是稍微偏菱形一点，因为 model 的脸型呢是比较瘦的，所以说我们做菱一点呢会更好看，更容易打开它的脸型。OK。饱满向后转平卷向上的手法，那这个手法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首先呢，手法标准是前低后高，发尾甩向前的饱满向后。其次，它有点类似于螺旋的操作，螺旋我们是退圈，它只需要退半圈，划掉就可以了。所以说站位呢和我们的螺旋站位是一样的，饱满向后，起到耳垂到耳朵左右，一圈，慢慢往下滑行。滑到一半的位置，转为平卷向上，慢慢把发梢给它划掉。发梢不要做卷，发梢做柔。中短发发梢做卷呢，它会显得老气，所以说我们一般呢都是把它做的稍微柔和一点点，这样呢会更加好看。OK， 底区做好之后呢，我们再往上走。第一款呢是偏生活气质款的，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的纹理，脸型呢也让它干净一些。把副刘海取出来，有齐刘海的刘海修饰呢，重心会放到我们的副刘海上面。它的脸型颧骨位置呢还是比较偏适中的，所以说刘海完全的修饰对于它的脸型而言是不太适合的。我们刘海需要适当的往外打开一点点。电棒饱满向后的流向进去。慢慢往前去收，转为收紧向后，这样的弧度呢出来会让我们上面呢自然产生一个饱满度，同时呢发尾呢自然会往后走，饱满向后转为收紧向后划掉。来再看一遍，副刘海取出来，饱满向后半圈不到，转为收紧向后也是半圈不到，把发梢划掉就可以了。划掉之后，刘海往后撩，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
副刘海的幅度。OK， 一般呢是做副刘海常用的一个手法。下一款呢，比较凌乱的发型的时候呢，我们会尝试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如果我做完之后呢，下面会有很多长的头发，我们可以把这些长的头发呢给它补一个类 C， 去做一个发尾的支撑，这样整个副刘海呢就会呈现出非常好看的纹理。OK， 副刘海做好，再往上走，看一下它的发型结构。发型的饱满度呢是 OK 了，所以说上面这片呢，我们只需要和底区呢形成重叠，整个发型呢就很 OK 了。同样的饱满向后，同样的手法饱满向后。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够蓬，可以适当比底区呢高一点点。发型转为平卷向上，慢慢把发梢划掉。OK， 继续。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有些中发哦，它层次剪得比较高，导致我上去呢可能夹不到这个组合，也出不来这个组合的效果。那你能夹多少夹多少，比如说它的层次到这里，那我就夹个 C， 如果层次再高，我就把它带顺。但是记住，最终结果呢是不能影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形体的结构。OK， 那这边的感觉呢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去夹另外一侧。这边的分区呢也是一样的，头顶点分到耳后点，左右两边发量不同呢，我们的分区呢是没有区别的，都是按照比例，上面占1份，下面占2份。表面区域呢取出来，包括我们的副刘海区域都可以提前预留好，夹到另外一侧的后头部。夹之前呢，同样的，这种头发滑行呢，不要放在正上方滑，短的头发滑行全部放在下区滑，这样滑出来呢，从上往下会有一个饱满度，看上去头发的曲线呢，来大家去看一下，头发的曲线呢是最舒服的，哪怕你用这种滑行的方式直接做一个弱弱的内扣，它也是好看的。所以说学会了滑行，其实你就可以控制很多发型的感觉了，尤其是短发，光靠一个滑行，你都可以制造出好看的形体。OK， 滑光滑顺之后呢，接下来用我们的饱满向后的手法，它是有点类似于螺旋的操作。站位呢，我们是站在发片的前方 ，OK， 螺旋是站在前方，发尾甩到前方来，多少圈呢？控制到1圈。1圈之后呢，带紧张力往下滑行，滑到发片一半的位置，转为平卷向上，慢慢把发梢滑掉。发尾不做卷，只做揉。做完之后呢，就会形成上面饱满，发尾一个弱弱的外 C。但是这个外 C 呢，不要做卷，觉得不够，再来一遍。在现场当中，如果这一片发片太厚，像我这个长度呢，其实有一点中发偏短了。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长度呢，你可以把它分开去夹，但是分开呢，就需要我们有非常好的控制力了。还是低角度，饱满向后。OK， 1圈，滑行，转为平卷向上，慢慢把发梢滑掉。如果你怕烫到客人，把发干提起来再去滑掉。OK， 底区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发尾外翻的立体感，有点韩式的感觉了。OK， 接下来去夹我们的表区。表区夹之前呢，同样的可以把头发呢给它抛光抛顺，放到正下方抛。这样的抛顺方式既光泽又质感，同时呢曲线还特别好看。上面呢一样的。发根蓬松呢，可以适当去用电棒做支撑。做支撑的时候呢，这里也有小诀窍。来 ，model 稍微抬头一点点 ，OK。先取薄薄一片，薄薄一片呢，张力带紧，电棒用没有弹片的位置呢，放到发片的正下方，反向去推。推的目的是让它走柔，不要卷度全部处于一个点。OK， 再分厚一点的发片。去做一个过渡，高角度电棒放在正下方，
拉紧，反向去推，意识一下。这样做完呢，发根就能比之前呢支撑力更强一些，同时呢质感呢也会更强。夹表区之前呢，先把我们的副刘海做一个处理。副刘海区域一定不要放过它。副刘海是饱满向后，饱满向后半圈不到，往前去转弯收紧向前，发梢呢划掉就可以了。哦，这里说错了，不好意思，饱满向后转为收紧向后，饱满向后转为竖状的收紧向后，把发梢呢带掉。夹完之后呢，会形成上面的饱满，发尾呢自然往后收的效果。这种夹法是特别适合于我们有副刘海、有齐刘海的这种发型的。夹完之后呢，保留上面的收的弧度，把这些长的头发呢，发尾给它补个 C， 让它走柔一点点，同时呢，让副刘海呢有一个简单的支撑。OK， 再去夹表层的区域。这张刘海学会呢，其实你可以解决大多数客人的问题了，尤其是我们经常夹一些有齐刘海的发型的时候，老是副刘海收不好呢，就显得很塌。那用这种方式呢，就不会呈现，而且它还比较生活。那现在呢，因为是偏分，所以说导致我们这边的头发呢，会比这边的表区呢会短一点点。记住，不要以手法为主。我们手法固然是夹的饱满向后，转平面向上。但是当我夹不了那么圈束的时候呢，就不要去强求圈束，而是要遵守我们想要的高度，在耳垂左右饱满向后转平面向上，和下面呢形成对接，这样呢整个侧区的形体呢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那整个侧区的感觉呢就好了。侧区搞定完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的主刘海呢增加一些质感。虽然吹风已经吹得差不多了，但是质感呢还是欠缺一点点，稍微用电棒呢滑行的方式增加一下我们主刘海的质感。主刘海去夹的时候不要分一束去夹，分成中间一束，两边一束。这样的方法呢，可以让我们的主刘海呢比较柔和自然，不会那么呆板。OK， 滑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去把它做卷了，做卷了反而不好看。夹完之后呢，稍微给它理理散。电棒的特性呢是比较巨，所以说夹完之后一定要用手给它打松、打散，这样呢结束之后效果呢才会更加自然。这边的起卷呢稍微低了一点点，再去做适当的调整。你看这里有很多短的头发，夹不到的我们就不要去管它，而不是一味的非要给它夹多高。那整个侧区就搞定了，接下来我们去夹我们的后头部。后区的头发呢量是比较多的，相比于说侧面呢，我们是不能完全按照侧面的夹法去夹的，因为这个发量呢，如果全部按照侧面呢，会导致我们的后区会比较臃肿。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枕骨以下的区域保留，去做适当的去量。枕骨区域保留，去做适当的去量。这里呢，底区去夹的时候呢，很多同学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短发当中、中短发当中，当我剪一刀齐的情况下，我的头骨从枕骨往内走是往内斜的，所以导致呢，我们去夹平卷的时候、外翘的时候，内区的发际线是很难去夹到的。这里呢，我们取竖状的发片，竖状的发片，底区呢统一做外翘，竖状的发片呢，然后把它竖向去提拉，这样会导致呢我们底区的比较短，表区的呢比较长。电棒呢也是竖向进，竖向进，进去之后呢，通过旋转的方式转平，转平之后呢，你会发现长的呢会变短，短的呢会放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步到位，把整个底区呢都给它夹外翘。发梢做好之后呢，半圈，想要卷往上卷点，想要揉直接给它划掉。那这样呢，整体呢外翘，哪怕是发际线的头发呢，也会很 Q 弹。OK， 夹外翘的绝招，同样的取竖状发片，
保持呢下面短上面长的一个状态。电棒呢竖着去进，当然你手不太顺，稍微斜一点进也没有太大关系。进去之后呢，通过旋转的方式呢，直接把它转为平卷向上，如果不够再转斜一点，反正就是让它长度尽量一样长。一样长之后呢，到发尾停留，想要卷往上卷，想要揉直接滑行，停留一会儿给它滑掉就可以了。OK， 再下一片。如果你想要精致一点点呢，尽量不要把它分得太宽。同样的，竖状发片，竖向静电棒进去之后呢，慢慢把它调为平卷向上，放长短的，缩短长的，再慢慢往下滑。滑到发梢不能直接滑掉，直接滑掉它是没有卷的。滑到发梢停留一会儿，但这个长度呢，我们发梢也不需要太卷，所以停留一会儿之后，直接给它滑掉。想要卷呢，再往上卷，再给它滑掉。这样呢会更卷一点，直接滑掉呢，它会更柔和一点点。那接下来我们后区的这种外翘呢就全部做好了。当然做外翘呢，不要在乎它一定要干嘛规整哦。这个区域，哪怕你夹的再规整，它也看不到的。所以说用我们竖状去夹，反而它会更有这种纹理错差感。接下来我们去夹表区，表区这层区域呢厚度就刚刚好。夹之前呢，我们可以分层。把头发给它抛顺，分层将头发抛顺。那同样的，我说过中短发甚至短发呢，我们抛顺只有一个方法，不能放在正上方。Hello， 小姐姐，不要睡着了。主要夹头发呢也是一门技术，一定要夹的。虽然我是带了很紧的张力，但是呢，模特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OK， 放在正下方去抛，这样的质感是最强的，哪怕你去夹一个内扣也很好看。后期呢，我们会在短发当中呢，去给大家用这样的方法呢去做一些内塞，它也是非常 OK 的。表区的头发一起给它带顺带顺。这里呢，我们就不分层夹了，所以说带顺完之后，直接一层搞定，加快速度。记住哦，电棒带顺的头发永远比你吹风带顺的头发质感更强，所以说合理利用电棒的滑行才是你头发质感的重要因素。全部取成竖状发片，把整个上区分成4到5片，多分一点，纹理感会更清晰一点点。分少了呢，后头部会显得更笨重一些。OK， 分好之后呢，所有手法按照侧部的夹法去操作就可以了。饱满向后，圈数不要多，一圈儿。滑行的方式呢，让它起卷。滑到一半的位置，转为平卷向上，慢慢把发梢直接滑掉。这样滑掉之后呢，上面会有产生饱满，但是呢，发尾不会太卷。下一片，饱满向后，滑行的方式产生卷度，滑到一半，转为平卷向上，慢慢把发梢滑掉。OK。卷度呢，可以让它有高低的落差层次。饱满向后，滑行，转为平卷向上，慢慢把发梢滑掉。OK， 这边呢也是一样的。这边呢站位需要调整，我们是站在发片的前方。所以说和螺旋的站位呢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对于站位不太清晰的伙伴呢，可以再去我们前面手法篇呢，去看看我们螺旋的站位应该怎样去调整。这个时候呢，你对这个手法呢就更容易去拿捏。先把整体呢全部做完，做完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用一些线条去柔和一下后部的形体。现在呢都是大发束，发片呢也比较厚重的。OK。饱满向后，
滑行，滑到一半转为平点向上，慢慢把发丝划掉。然后做完之后呢，基本上后头部的形状呢它是出来了，但是这个形状出来之后呢，它会比较干嘛？比较单调一点点，我们就需要加一些纹理感。纹理的夹法呢和我们刚才所用的手法是一样的，还是把碗向后转平点向上。这样的纹理呢不会太夸张，同时呢又会增添一点点我们后头部的动感，不会太过死板。这边也是一样，挑点大码数的线条，先做小线条，再做大线条，就像我们染发当中的画染一样。那整个后头部呢，感觉呢就会更加 OK 了。那接下来我们这款发型呢，就基本上搞定了，比较简约的生活款。我们去稍微用冷风打散一下，然后看结果。打散完的后头部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看的这种菱形的形状，我们只需要把线条呈现出来就 OK。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正面的效果，甩到前面来。目前呢是没有打任何造型品的状态，是一个非常韩的菱形发型。这样的发型呢，当然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呢就是更容易去体现脸型的优点，然后放大脸型。比如说像它是特别适合一些脸型下巴以下比较瘦的客人。如果你的客人脸型比较肉的，那这种发型呢就需要去做适当的调整。那我们就可以去用我们下款的思维方式呢去调整脸型的比例。稍微打一点精油，再去做最后的调整。那接下来我们稍微打一点点精油，精油呢，和发泥均匀涂抹到手上，先打到我们的发尾上面。发尾打好之后呢，从两侧进去，把我们所有的头发呢给它捋散，捋散，不要有任何的毛躁，整体头发捋通透。捋散之后呢，甩到前面来，去打理我们两侧的感觉。副刘海呢，可以给它往后撩；主刘海呢，呈现一点点我们的层次感。OK。头顶的发根呢，可以刻意的给它分偏一点点，不要把头颅线呢分得那么刻意死板。底部的卷度稍微适当散开，增加我们底部的亮感，这样拍照呢比较好看。表面呢拉一些虚线，呈现我们整个发型的立体感。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刘海往后撩，主刘海呢让它干净一点点。底区的卷度呢，适当散开，不要让它的量太少，适当增加我们的亮感。表面发根拉松，形体呢拉松，制造我们的线条以及层次感。这款发型呢就基本上结束了。OK， 那我这款发型的分享呢也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去做下一款发型的分享。